尊敬的网友们、推友们，大家好！这是文贵达到13万推友关注的感谢视频。这个虽然我们的敌人盗国贼们采取了各种下三滥的手段，但是呢，这个网友的这个关注没有减少，这对文贵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鼓励也是我的动力我一定不辜负这个推友们和网友们对我的这种支持。这个今天呢，我想主要谈一下，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大家谈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海航这个事情。实际上，我都准备着这些绝大多数的证据和事实呢，我是要在全球新闻发布会上去讲的。我这简单讲几个观点这个事实，大家不要老说证据，是事实。现在这个海航的所有的有关的经济数据、财务数据都在网上可以查得到这不用我去提供证据。这个海航在短短的这几年，从1000万发展到1万亿人民币1万亿，天下少有。它7个股东，每个人的这个现在呢是1400个亿，平均的产值了1400个亿，这也是人类上前所未有。那么昨天我看到了秦伟平先生在这个陈小平先生的明镜火拍当中这个一些论断，非常的专业。那么这是咱们所有的推友们和网友们应该注意去看的节目，就多听一些专家去说一些话，而不能光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专业人士、点评人士，只是证据只要证据不顾事实，只给我要证据，而不去自己去找证据，或者自己去找这个事实、这个线索。文贵不是法官，谁都不是法官，文贵也不是警察，也不是检察官，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事情。秦伟平先生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角度，那就是说他问了几个问题，非常的好。海航这几年这个贷款拿什么做抵押的而且他将近100%的钱都是从国内贷的，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国外贷款呢？他拿什么做抵押的？第二个问题非常好，按照现在陈峰先生自己所说的，他的资产现在是1万亿负债70%的就是7000亿，事实不是的，超过8000亿的贷款这个将近7000亿或也好，8000亿贷款也好，12%的平均的利息和财务费用，那么他就是一年要大概赚800亿到900亿的纯利润，还要扣掉他所有的成本。按照中国现在政府公布的，就各种行业的回报率、纯利润超过5%的几乎很少那剩下都是贩毒的、搞黑社会的了贪官是没有成本的了，是100%的利润。如果正常的商业的话那这样的算，它大概800亿到900亿的纯利润，它的营业额大概得到2万亿这个2万亿，这很显然，这个陈伟平先生又说了第3个很好的角度，他说到这个钱最重要的是，他说是400多亿这个在海外，错的，大概600多亿美元已经到海外。这些600多亿美元到海外投资的主体和结构，很多都是跟海航国内的贷款的机构都是已经没有关系了，和上市公司都没有关系了。那结局很简单，就是国内有一天他的企业破产的时候，那么宣布破产就行了。海外这600亿美元怎么追回去呢？谁能追回去呢？秦伟平先生说了，那就真的是100年，通过司法机构都很难把钱给追回去另外一个，秦伟先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他没有背景，这个贷款怎么可能贷得出来呢？那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今天负责任的，我愿意跟陈峰先生、王健先生面对面的对峙，可以在任何地方打官司，我保证他的贷款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中国现在老百姓连取3000美金、5000美金的孩子上学都不让取那你怎么把这个几百亿美元给汇出来的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即使你汇出来了，这个你汇出来的美金还有投资的取向，国内银行怎么控制呢？根据中国现在的这个所有贷款的控制体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秦伟平先生给出了我们大家很多很好的观点和专业的意见这个专业的意见和这些观点就是一个对照了今天海航的事实。海航跟我无仇无怨，我在此真的是，我希望陈峰先生和王健先生你们一定要明白，我跟你们无冤无仇。这个我也知道做企业有多么的不容易
在那样个大粪池子里边能游泳，能活到今天都不容易。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不用上别人的当，你找你的福布斯黑我，你找这种这个什么美国的黑社会想办法干掉我，做掉我，然后想尽办法去研究我。陈峰先生、王健先生，特别陈峰先生，你是信佛的人，你是虔诚的佛教徒啊，我非常的尊重您。您去想想这件事情，文贵是没有选择的，我没有选择。您做的这个事情不是文贵报，早晚都得报啊！而且你也要知道，您和王岐山书记几十年的相识，到海南所有的你们的这个合作亲密无间，包括这些银行行长贷给你钱这些关系，而且这些行长给我提供了各种的贷款的理由、当初的过程和细节，每个人都害怕被王岐山书记给抓了。而且你们每天几乎一年，我们给你数了一下，过去的大概在7、8年里边，这个王健先生和这个姚庆先生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他夫人的大概是20倍，啊，王健先生和姚庆先生飞行的时间已经几千个小时，也是人类上可能是最多的了。那么姚庆先生和王健先生给银行贷款，几乎是姚庆先生出面啊，代表王岐山书记出面，而且是王岐山先生的夫人姚明山、姚明端都是经常坐你飞机，也不是1次，也不是10次，那是 N 次。那么很简单，中国谁有这个本事？只有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啊有这个权利。当然了，习主席有个权，他不会这么做的。那么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利。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贷了这么多钱呢？您贷这钱都600亿美元转到境外去，怎么能保证这个钱能还和回报呢？陈峰先生，您可能听着不舒服，但是陈峰先生这一天啊，陈峰和王健先生这一天你们早晚都得面对的。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钱，这些人孩子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啊。你看到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些山村的人，大多数人还现在是人与畜同居，人类上最惨的时刻，除了这个石器时代之外，人和畜相居还有很多呢。我们一想想，头一段时间，在这个四川吧，是一个山区里边，一个家的家庭妇女啊，丈夫还残废了，她为了这个生活下去，最后取消了她300块钱的低保，最后她把4个孩子全部给砍死，最后自杀。她只需要几百块钱，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要有良心，我们把这钱都转到境外以后，怎么给这个社会交代呢？所以说，陈峰先生和王健先生希望你们能对文贵这种行为呢表示理解，但是你不理解我也没办法，你也是个信佛的人，这可能都是我们的宿命吧。佛祖上天给了我们使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希望您真的能静下心来啊，这个好好思考这个因缘，这个轮回啊，这个开始啊。特别我要说到这个，昨天我录的那个视频当中呢，这个 BBC 的采访报道的叫完整版，实际是不完整的。那个因为在这个调整字幕当中啊，它裁了很多。这个 BBC 呢，当时没有播出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个胡舒立还有国内的很多的人施加了压力。BBC 呢需要我修改这个19分钟的版本、20几分钟的版本，而我本人亲自去了 BBC 的总部，见了他们最高层。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媒体已经深深的影响了 BBC， 而且他们在管这个全球的这新闻部的总裁刚刚的访问了财新，而且访问见了胡舒立，所以说我感受到了他们这个 BBC 受到了中国的各方面压力，包括他们也召见了 BBC 的几个记者，要求也是取消他们的这个记者签证，让他们这个威胁他们不要播出。我可以理解 BBC， 但后来呢，这个视频呢，因为是我有，后来还有我们自己配的这个英文字幕，在配字幕当中呢，就是掐的呢，这个剪辑的呢不好。那个1000亿美元，我要重申一下，1000亿美元是在问到我们的几个基金的时候，这几个基金总管理的资产的总额约1000亿美元，那不是文贵的。那文贵有1000亿美元，我也不爆料了，这个我可能真的是这个干别的事儿去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家族所涉及管理的资产和拥有的资产280亿美元，希望也不要误会啊。第三个是这个，其中讲到的是螳臂挡车啊，螳臂挡车，我说是螳螂挡臂。这个中间呢，前面有一段故事，
因为这个我本身是口误，这位跟我通话的领导呢也口误，所以说呢我就说了，他也纠正了我，我还告诉他说，你这个螳螂挡螳臂挡车和螳螂挡地实际都一样，就是我是小人物啊，您就是觉得我就是个虾米都不是，所以这段都掐了，希望大家能理解。但是我不在乎，现在网上很多批评文贵没文化呀，真的没文化，想装有文化那多累呀，多可怜呢，我可不想装啊。但是呢，我特别对我自己的这个水平和修养还有道德，那是非常自信的啊。所以说呢，所有文人批评文贵有没有文化，我再说，我是流氓，我是土匪，我是诈骗，我是杀人犯，由法院来裁决。我今天干的事跟我郭文贵是什么没关系，主要的是看我爆的料是否对这个国家有帮助，是否对这个人民有好处，是否能真的推动依法治国，是否能真的能推进不要以贪反贪，不要以警反贪，不要以黑反贪，这是最重要的。文贵的事情，文贵自己承担。文贵的水平，那文贵自己要承受水平所带来的任何正和负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啊。另外一个最后我想说的，还是回到海航的事件。海航的事件，所有的涉及的这些银行的贷款，未来一定会真相大出的啊，一定会真相大出的。我知道最近这个北京派来了最高层，有中组部的啊，也有政法委的，还有公安部的啊。都到美国，在华盛顿啊，这几天我都得到消息，国内外就是不惜代价要把文贵给弄回去啊。这个他们真觉得是美国就是他们的是某个局呢啊，就是他们公安局、北京市局江良栋说了算的，他就以为是大连市公安局刘乐国是市长局长说了算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啊，当你们再无底线往前进的时候，你看看会发生什么啊？只要你不一枪把文贵给毙了，你不把我这个楼给炸了，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已经试过很多年了，20-30年来，文贵已经给你们在表演了20-30年了，再表演一次也不多啊。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虽然有人也跟我在私下接触，缓兵之计啊，这个一面讲和，后面一边埋兵布阵，准备把文贵一箭封喉给射杀。你也在美利坚共和国，你们要能做到这个，郭文贵死了也就值了，因为这会让文贵用生命来证明你们是真正的盗国贼，你们真正的是龌龊的，你们是坏人，还有美国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任，用文贵的生命能唤醒这些，那是值得的。希望你们在纽约，在华盛顿的所有来跟美国政府以国家利益来交换，要把文贵弄回去的人，希望你们能生活得很好，你呢注意安全啊！这个不是这个世界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啊！文贵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也希望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咱们拭目以待，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您，谢谢所有的推友们，谢谢。